小贱蹄子，你欠不欠？老娘今天就算一直在这儿等着，你也得把这纸契给我画押了。奶奶，您别打青离妹妹了，都怪孙儿没用，交不起现学那10两银子的术数，这才连累了妹妹。奶奶，那深山里的裴进是个打残过人的疯子，妹妹若是去了，怕是活不过3天。孙儿宁可这辈子不考科举，也不能让妹妹去受这份苦啊！乖孙啊，咱们江家未来的文曲星，怎么能因为这个煞星毁了前程？他克死了他娘，使我江家10几年白饭，现在用他换10两银子给你铺路，那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别说是送给裴健那个疯子当通房，就算是把他剁了喂狗，只要能换出你束修的钱，那也是理所应当。爷爷，我爹是您亲生的，您就眼睁睁看着他们把我卖给一个恶霸吗？老婆子，要不算了吧。青离好歹是老三留在身上的唯一一滴血脉，那裴家真不是人待的地方。你个废物，闭嘴！不卖他？好啊，那你现在立刻给我掏出10两银子来！拿不出文墨的属身，你就给我把嘴封的当死人！都是命。放手！10两银子，买断骨血。从今往后，我江青离与江家再无半点瓜葛，是死是活，是富贵还是下地狱，你们都不配再来沾我的边。签好了就赶紧上车。裴爷脾气可不好，耽误了时辰，仔细你们的皮。这副身子，亏得连点底子都没了。到了，赶紧下来，快！别找我，人给你们送来了。10两银子，江家那帮老不死的，还真敢要价。你不怕我？外头都传我力气大得惊人，连厚重木梁都能一寸寸掰动。江家把你这异蒙之人送过来，是存心来试探我。你刀上的血腥味，混着松枝和野猪的骚气。你刚在后院杀的是野鸡，不是人。不杀人，我为什么要怕？10两银子是江家拿的，死期是我自己按的。我会干活，能烧火做饭，还能给牲口治病。你给我一口饭吃，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我绝不惹麻烦。进来，把门依次关上。第一关算过了。我不打女人，但也别指望我把你当祖宗供着。东边柴房归你，规矩只有一条，别进正屋，别多管闲事，别惹麻烦，否则就去后山冷静几天。满嘴仁义道德的江家，还不如这个冷面人来的真实。谁？别打阿星，阿星不饿，不偷吃。我不打你，我叫青离，你叫阿勋，对不对？吃吧。
干净的。不是积食，不是寄生虫，是慢性中毒。有人在给这个5岁的孩子慢慢下毒。裴金，这深山里的局比我想的要深得多。不过既然撞上了，这孩子的命，阎王爷来收也得先问问我同不同意。裴爷，您可真是咱们10里8乡最爽快的主顾。这批长了瘟的病鸡病猪，旁人躲都来不及，您倒好，全盘收下。您放心，下回再有这等好货，我头一个给您送过来。少废话，也有的是银子，买些活物回来听个响怎么了？治死了算我的，赶紧滚，别在这碍眼。呸！什么京城来的贵公子，就是个有钱没脑子的疯狗。这满车瘟病，我看他怎么收场。昨晚我说过，别多管闲事。这些畜生染了烈性瘟疫，你敢碰，染上了病，我不会请大夫，只会把你和他们一块烧了。不是瘟疫，是炼变饲料引发的急性中毒。他们没染瘟疫，是中毒了。你说什么？中毒？江清里10里8乡的大夫都说是天降瘟疫，你一个大字不识的村姑，也敢在这大言不惭？真是瘟疫，他们口鼻该有粘液，呼吸带痰音，重则可血。你看这些猪仔，只抽搐吐白沫，呼吸道干干净净。飞鸭的粪便是暗绿色，混着没消化的梅骨壳，他们是吃了发霉变质的饲料，梅毒入了脏腑，2天就能衰竭死。那些大夫没见过真瘟疫，不过是庸人自扰。这丫头竟然一眼就看穿了，她暗中查了半月，才摸到赈灾粮没见的端倪。她一个被扔进来的弱女子，怎么会知道？有点意思。既然你看得明白，能治吗？能治，但我要是把他们救活了，家里的厨房和钱袋子归我管。阿勋不能再啃硬饼喝凉水，他的胃受不住。好啊，后山有的是草药，我给你1天1夜，明早笼子里还有喘气儿的，厨房钥匙归你。要是死绝了，我就把你和他们一块儿埋去后山乱葬岗。一言为定。急性肝损伤，多拖一刻都危险，必须抓紧时间。这丫头倒像棵烧不死的野草。裴爷，他们都还喘着气呢，我赢了。厨房的钥匙拿来吧。江清离，你这双眼睛到底是个什么怪物？从今天起，裴家的后勤归你管，但你最好证明你的本事不止于治几只死鸡。当然不止，就从这些废品开始，我要在这深山里建起我自己的地盘。
这碎银子能买一只下奶的母羊吗？买羊不难，你刚拿到管家权，不想先给自己添两身好衣裳，弄点细粮开肉，买羊做什么？那孩子的脾胃薄得像张纸，再啃硬面饼，活不过半个月。羊奶温和养胃，配上我配的草药熬煮，能把他的命调。没人知道阿勋的真实身份，这丫头竟仅凭一面就看准了症结。阿勋，别怕，你闻闻，香不香？慢点喝，不着急，以后有我在，阿勋每天都能吃饱，再也不会肚子痛了。娘亲，前世母胎单身，这身子才15岁，平白多了个儿子。睡吧。这个女人到底还藏着多少本事？阿寻的病不是天生的，他中毒了。你说什么？再说一遍！是慢性异常成分，藏得很深，专门影响幼儿脾胃。我查过院里的粮食，食物没问题，问题出在后院的水井。你平时只喝酒喝滚水，异常成分积得少，可阿勋年幼，常喝生水，毒已经在体内沉了好几个月。水井被投毒，仇家竟然摸到了这里。若不是江青灵，阿勋恐怕撑不过这个月。你救了他，从今往后，在这10万大山里，除了我，没人能动一根头发。承诺先放一边，你那些病鸡病猪救活了，总得吃东西。山里没多余的粮食喂，不想他们再饿死，就扛上锄头跟我走。他堂堂竟被个小丫头使唤着干活。就在这儿挖，长1丈，宽5尺，深3尺，动作快点，天黑前得弄完。你让我挖坑，还挖这么大？怎么，打算把那些鸡猪一块活埋了？埋什么埋？这是蚯蚓发酵池，山里最不缺的就是烂草、树叶、腐土。把这些废料堆进去，拌上泔水和发酵的草药汁，能养出大量蚯蚓。蚯蚓是高蛋白饲料，喂鸡不花半分粮食，鸡长得快，还能天天下蛋。等鸡养壮了，鸡粪混着烂草、锯木铺成发酵床，猪养在上面，排洗物会被自然分解，圈里没臭味，猪少生病，长肉速度比普通喂法快1倍。好，今天我就给你当回苦力。要是这池子养不出你说的东西，我连你一块埋进去。坑挖好了，接下来怎么弄？江大小姐，这长工武力值高，干活利索，身材也够顶，很好。现在去把后山那堆烂树叶和牛粪挑过来，咱们裴家的家底就从这堆垃圾开始赚。零成本，无臭味，长度还快1倍。此法若推到边关军营，10万将士再不会缺肉食。
慢点吃，锅里还有。这味儿像是从裴家那方向飘来的。裴进那个疯子哪来的钱天天吃肉？唉，奶奶，我听说青离妹妹在裴家不仅没出事，还长了家，天天大鱼大肉。更邪乎的是，她家的猪长得比牛还快，圈里连点臭味都没有，指不定攥着什么祖传秘方呢。孙儿苦点没什么，可奶奶您一把年纪，哪能连口肉都吃不上？要是咱们江家能拿到这秘方，100亩良田、青砖大瓦房都不在话下，连我去京城赶考的盘费也都不愁了。好个忘恩负义的小贱蹄子，吃香喝辣竟敢瞒着娘家，他的命都是老娘给的，秘方自然也是江家的。走，跟我上山，今天非把秘方和肥猪都要回来不可。乖，在屋里待着，妈出去打狗。裴爷，杀鸡焉用牛刀？这帮无赖，我先打发。好你个赔钱货，果然在这吃香喝辣！老娘养你10几年，你发达了竟敢吃独食！今天要么把养猪秘方交出来，要么每个月交20两孝敬钱，不然我就去县衙告你忤逆不孝，让你蹲大牢。3个月前那个雷雨夜，10两银子的死契，按的是我的血手印。大周律法写得明白，签了死契，生死有主，与本家再无瓜葛。你们算什么东西，也配来跟我要孝敬？哎呦喂，没天理呀！亲孙女不认祖宗了！老头子，你个死人，倒是说句话呀！青离啊，你奶奶说话是冲了点儿，可总归是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文博读书要紧，你就当可怜可怜爷爷，把秘方交出来吧。啊！闭嘴！你这声爷爷我听着反胃。当初我被按在泥水里签死契的时候，你连个声都不敢出。现在闻到肉香了，来跟我攀亲戚，滚！再不滚，我就报官，告你们私闯民宅。反了天了！老二，给我冲进去！今天就算砸了这破院子，也得把秘方和猪仔抢回来！我倒要看看谁敢来！刚才是谁说要冲进去拿东西？老太婆耳朵聋了。江青兰现在是我裴家的人，是我裴进护着的女人，她的命，她的东西，全是我的。今天谁敢往前踏半步，我当场让他退回去，送去后山看守院子。不信，你们大可以试试。出事了！这个人太吓人了！娘，今天外面好安静呀。平时这个时候，村里都有好多狗叫、鸡叫，今天怎么什么声音都没有？别烙饼了，把阿勋带进里屋，所有窗户封死。没有我的话，这几天绝对不许踏出院子半步。是江行辉，
还有焚烧尸体的味道。外面到底出什么事了？周边3个州府，连带山下的村子，突然爆发了烈性瘟疫，村中生禽成片的死。最糟的是，饥荒里有人舍不得扔死处，偷偷煮了吃。凡是吃过的人上吐下泻，浑身长黑斑，不到3天就会咳嗽不止而倒下。县衙已经下令，暂时管控所有村镇，但凡活着的牲口，不论好坏，统一隔离带离，并集中处理安置。我们的农庄呢？山腰的猪，林里的鸡，有没有出事？没有，一只都没有。我刚去巡视过，全活得好好的。你的发酵床隔了异气，外面的死气没渗进来。清凉，这方圆百里，只有你护住了活物。真是空气传播的烈性瘟疫，不可能一点都没传进来，除非这根本不是瘟疫。今天县衙在镇上设卡，以朝廷名义发赈灾口粮和饲料。我趁乱从县衙粮库顺了一袋，你看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不对劲，赈灾粮怎么可能是这种精细白米？陈年糙米掺沙才是常态，这米白的太反常了。这不是瘟疫，是人为谋害。这些粮食早已霉变腐坏，是被特殊手法吐白掩盖了瑕疵。这根本不是正常口粮，是害人的祸患。好一个赈灾官粮，好一个天降瘟疫！这帮狗官把好粮摊没掉卖，拿发霉的毒粮漂白了发给百姓，喂给牲口。牲畜死了，人死了，就全推给天灾瘟疫，死无对证。好一招借刀杀人，瞒天过海！既然是人祸，就一定有破绽。外面的牲畜死绝了，可我们的农庄还在。我能养出健康的牲口，能配出解毒的方子，更能当着所有人的面扒下这赈灾毒粮的伪装。裴进，不管你是谁，不管你要掀翻的是什么皇亲国戚，这场仗我陪你打到底。全镇的牲口都死绝了，唯独裴家那妖女的农庄猪肥鸡壮。奶奶，别怪孙儿心狠，县令大人亲自悬赏，只要我把那妖女施法降瘟疫，私肥自家农庄的罪证递上去，咱们江家就能彻底翻身啊！不陪他来过，不求明天永恒以后，眼神燃烧，此刻有了救赎。大周朝8府巡按兼领10万玄甲军统帅，裴进。这是前任知府林大人拼死送出来的太仓真账。3个月前，他查出边关赈灾粮被地方贪官勾结京中权贵全数倒卖，正要上京面圣，却惨遭灭门，全家72口一夜之间尽数屠戮，连刚满月的幼子都没放过。阿勋是林大人唯一的血脉，我带兵赶到时，林夫人把他藏在枯井里，自己引开了杀手。为了保住这孩子，我只能对外说他是我的私生子，躲进这深山装疯卖傻，暗中收集毒粮罪证。所以县衙下令扑杀所有活物，根本不是防疫，他们是要毁尸灭迹，让这批匹白毒粮死无对证。没错，等牲口死绝，难民死的差不多了，他们再放火烧村，天高皇帝远，谁能查出几10万石军粮的亏空？他们是要拿数万人命垫自己的乌纱帽。
只靠这本账册不够，贪官大可反咬说是伪造。我们必须当众撕下赈灾粮的伪装，让所有人亲眼看见上面淬的毒。怎么撕？那些米被漂得比珍珠还亮，普通人根本看不出端倪。县里仵作也只能验出脏器衰竭，查不出毒性。仵作验不出，是因为没有试剂。我能配。他们漂白梅粮用的是提纯的草木灰碱、生石灰，再加了剧毒防腐药水。山上的野酸果能榨出浓酸汁，配上紫苏、鸣芹、半边莲，就能做出显色剂。两者相遇，毒藏不住。好，有了这个，我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青兰，你守好农庄，我现在下山，调50里外的玄甲铁骑，明入日出前，我必踏平青阳。去吧，家里有我，阿信和农庄，谁也动不了。烧死妖女，替天行道，妖术且气运，把妖女交出来！乡亲们，你们都看见了，村内突发疫病，各家家畜尽数染病身亡，唯独裴家山头安然无事。这一切都是江心林带来的异样变数，是他带来的变故，让全村运势受损，未来自家农庄安稳无恙。咱们如今遭遇的灾后困境，全都和他脱不了干系。贪粮的事儿快兜不住了，正好把瘟疫的锅扣在这妖女头上，既能脱身，还能抄了这农庄补亏空，一举两得。本官今日便是来为民除害的。弓箭手准备，衙役上前，给我撞开这扇门。班长大人，使不得啊！县令大老爷不能撞啊！青离不是妖女，她从小本分，眼睛是天生的，哪能吸什么气运？这一定是误会，您开恩，留她一条活路。怕是被那妖女迷了心窍，她现在是全县的罪人，你还包庇？你想害死全家吗？懦弱的善比纯粹的恶更可悲。这个家今天就彻底了断。谁说我农庄里的猪是吸你们的气运养活的？你们瞎了眼，毒死你们家人的真凶都认不出来，好好看看这是什么！江青林，你不仅施妖术，还敢当众糟蹋粮食，这可是县令大老爷发的救命赈灾粮，你简直丧心病狂！大胆刁妇，死到临头还敢哗朕取宠！来人，把这妖女给我拿下！慢着，你说这是救命的赈灾粮？姜文博，你读了这么多年圣贤书，连人吃的米和毒死牲口的药都分不清吗？乡亲们，你们仔细想想，家里的牛羊资鸡死之前，可有口鼻流脓、咳喘的瘟疫症状？没有，他们全是无声无息倒下，浑身抽搐，暗黑绿色的稀便，最后活活痛死。对呀，我家老黄牛死前肚子胀得像鼓，直抽筋，根本没咳嗽。我家鸡也是，拉的全是血。因为那根本不是天降瘟疫，是他们吃了你们领回去的赈灾官粮。这批米是发霉腐烂、长满剧毒的陈年有粮，用生石灰和盐酸药水强行漂白抛光的毒粮。一派胡言，简直一派胡言！本官发的明明是上等精粮，你这妖女死到临头还敢污蔑朝廷命官！弓箭手，给我射死他！是不是污蔑？验一验就知道。
这就是咱们领的赈灾粮。我昨天刚用这米熬了粥，喂给我70岁的娘娘啊！难怪她半夜肚子疼，原来是中毒啊！我的牛，我也是用这米糠喂的牛啊！哎呦，我的肚子，肠子要断了！文伯，周奶奶，昨晚你爹拉回来的赈灾粮，奶奶干脆熬了大碗干饭。哎呦，吐死我了！看到了吗？这就叫报应不爽。吴县令，你拿这种毒粮糊弄百姓，屠戮生灵，真以为能瞒天过海？女，是你用药水腐蚀官粮，蛊惑人心，刁民，全都是刁民！今天谁敢信他，就是造反！弓箭手放箭，衙役冲上去，把这妖女和反贼全部杀光，一个活口都不留！放箭！本官八府巡按，玄甲军统帅裴健。吴有才，你贪没太仓军粮60万吨，以毒粮充赈灾之术，屠戮无辜百姓，意图谋杀朝廷钦差。如今人证物证俱在，玄甲军听令，凡县衙所属敢有反抗者，就地格杀，株连9族。抱歉，血路难行，我来迟了。不算迟，戏台子我刚搭好，你这压轴的大戏唱得刚刚好。把吴有才这狗官，连同他手下爪牙全部拿下，卸去下巴，严加看管。若有一人自尽，拿你们试问。诺！堂哥，这是要去哪儿啊？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我是散播瘟疫的妖女，要替天行道吗？怎么戏还没唱完就急着走？青林妹妹，大都督，我错了，我真的错了，都是吴有才那个狗官逼我的。奶奶贪图你们农庄的猪肉，硬逼着我去找县令举报你，我也是受了蒙蔽。妹妹，我是你亲堂哥呀，咱们血脉相连，看在江家列祖列宗的份上，饶我一命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血脉相连，姜文博。3个月前那个雷雨夜，你躲在屋檐下，看着我被按在泥水里签死契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们血脉相连？你不是受了蒙蔽，你是天生坏到了骨子里。你以为你做的那些安老屎，真的没人知道？妹妹，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个读书的。读书的。姜文博，大州县学徒生。半个月前，你撞破吴有才与梁山老白毒粮的秘密，非但不报官，反而以此要挟，以低价拿了整整5000斤赈灾毒粮。你明知那是吃死人的毒药，却掺在好麦麸里，高价卖给邻村农户，甚至卖给同宗乡亲。这5000斤毒粮害死10几条人命。你拿着沾血的银子去县城酒楼宴请权贵，铺你的科举路。那点糠就是从你手里买的，你还说是托关系弄的好粮，你还我儿子的命，打死他这个披着人皮的恶鬼！报应啊，都是报应啊！老天爷，是我们姜家作孽太深，瞎了眼啊！裴燕，依大州律法，知情不报，大肆贩卖有毒赈灾粮致人死亡者，该当何罪？依大州铁律，姜文博剥夺同生公民，流放极北苦寒之地，终生服苦役，永不赦免。姜家全族知情不报，纵容作恶，没收全部家产充作赈灾之用，全家带枷锁流放3000里，3代之内
不得踏入大周境内半步。再下去。青灵姑娘，活菩萨，谢谢大都督，谢谢活菩萨救了咱们全村的命啊！江老板，碍眼的垃圾都扫干净了，现在是不是该跟我谈谈如何借助你山中养殖的存栏，去补借我10万玄甲须弥的粮草所需？好说，不过裴大都督，我这农庄的猪肉可是很贵的，你拿什么来付账？拿我裴信这条命，外加整个大猷沼权柄最重的都督夫人之位，够不够？大都督，吴有才虽已拿下，但县衙府库的粮食全是漂白毒粮，一粒都吃不得。我军带出的干粮今早已经见底，边关大营10万弟兄还在冰天雪地里等粮，再筹不到粮哨，军心怕是要稳不住了。赵将军，军中弟兄们多久没沾过荤鲜了？回夫人的话，别说荤香，自打3个月前赈灾粮出了问题，弟兄们每天就靠掺草根的稀粥吊着。若不是大都督用司库顶着，大营早就哗变了。裴大都督，既然我收了你拿命换的聘礼，那这10万大军的后勤，我便正式接管。赵将军，叫几个力气大的弟兄跟我去后山。是。今天先宰50头猪，杀300只鸡，我要让这3000弟兄吃一顿管饱的杀猪菜。好吃，太好吃了！俺娘在世的时候都没做过这么香的肉，这是救命的粮啊！夫人真是老天爷派来救咱们的神女。清凉，谢谢你，你不仅救了阿勋，救了这3000铁骑，你也救了我。谢什么？咱们现在可是绑在一根绳上的蚂蚱，50头猪只能解这3000人的一味之急，边关10万大军的冬粮才是硬仗。这些肉干和压缩干粮耐储存，热量高，现在最适合严寒天急行军吃。明天一早，让赵将军带队，把这些军需全部押送回边关大营。要彻底解决10万大军的粮草，必须推行军民屯田。把发酵床技术传遍边境所有村镇，军队出钱出保护，百姓出力养殖，肉蛋奶，军队优先采购，既能让百姓富足，大军也永远不会再被京城的贪官卡住脖子。得既如此，我裴静此生何求？清凉，你这颗脑袋里到底还装着多少能改天还地的惊世之才？京城来的消息，吴有才一个7品县令，没胆子贪60万担军粮，他背后是当朝左相，还有宫里的那位贵妃。我们踏平镇衙拿到账册的消息已经走漏，左相不会坐以待毙，他派出了京中最狠的死尸营暗影，正连夜往这里赶。他们的目标是杀光山上所有活口，毁尸灭迹，绝了太唐梁的所有后患。情报显示，太堂账册与知府遗孤藏在正院地窖，玄甲军连日奔波，防备必松。第一队摸进去，所见活物杀无赦；第二队备好物料，事后清理山中痕迹，尽数隐匿行踪。停下！有蹊跷，撤退！下地狱去吧。
这是什么机关秘籍？天降异象，是天降异象！放！我的眼睛，我的喉咙！裴进，该你们清场了。玄甲军听令，关门打狗，一个不留！杀！相爷不会放过你的！今天就算死，我也要拉你颠沛！你主子左相的项上人头，本都督很快就会亲自去取。你先去地狱给他探路。太仓军粮案，再加刺杀朝廷钦差，2条死罪，足够本官把左相府上下下诛个9族。大都督，夫人，68名死士全部扶救，我方仅7名弟兄受轻伤。夫人这天雷之威，毒烟之阵，简直用兵如神，天下无敌。左相敢派死士，说明京城已经察觉到要动静，甚至要动手了。这里暂时安全，却防不了一世。你说的对，防守从来不是本都督的作风。传本都督率令，即刻带兵回营，分发夫人北好的压缩军粮与肉干，点齐10万大军，3日后拔营。本官要亲带证据回京面圣，清君侧，斩权臣。清君侧，斩权臣。大都夫人，可愿陪本官走一趟风绝云贵的京城，去看看那些高高在上的达官贵人，如何在你这双神眼之下原形毕露，身败名裂。好啊。启奏陛下，八府巡按裴建未经圣旨调令，私自拔营，率10万玄甲铁骑陈兵京城50之外渭水河畔，形同谋反，大逆不道。臣恳请陛下即刻下旨，剥夺裴进兵权，将其就地正法，以安社稷。请陛下严惩裴进，诛其9族。裴建此举确实莽撞，但玄甲军并未攻城，只是驻扎。顾相说他谋反，可有确凿证据？吴有才坏了事，唯有先发制人，把裴建打成叛逆。陛下，裴建不仅私调兵马，臣还接到密报，他在边关纵容一个异谋妖女散播瘟疫，大肆敛财。那妖女用妖术蛊惑裴炎，令他心智尽失。此等乱臣贼子，若不早除，大周江山危矣。左相大人好一张颠倒白的利嘴，本官不过是回京述职，怎么到了你嘴里，就成了被妖女蛊惑的乱臣贼子？放肆！裴进，金銮殿上，你竟敢带兵器上朝，还带来历不明的妖妇与稚童，你眼中还有陛下，还有大周王法吗？微臣裴进叩见陛下。臣带剑上朝，是因为这一路斩杀了68名半路劫杀钦差的当朝死士。臣带兵驻扎渭水，是因为臣手里握着一份足以倾覆大周江山的惊天血案。裴卿此言何意？你带来的这女子与孩童又是何人？回陛下，这位是臣明媒正娶的结发妻子，也是在边疆以绝世医术与农耕之法救下10万玄甲军、数万百姓的江青离。而这个孩子绝非来历不明，他是3月前因暗查太粗粮案被满门抄斩的前任知府林清远大人留在世上的唯一血脉。裴烨，
你随便找个孩子就敢说是林大人遗孤，说林大人查太仓两案更是滑天下之大考。太仓是大周国库根本，每年户部严格盘点，岂容你危言耸听，构陷朝廷命官？是不是构陷，相爷心里最清楚。陛下，这本账册是林大人用全家72口性命互助的真账，上面清清楚楚记录着左相顾全私通边关无限令，内外勾结徇私舞弊，私自挪用太仓60万段优质军粮，以劣粮顶替良品，以次充优，将战备军粮尽数调换为囤积磨变的陈年劣谷，祸乱军需，罔顾军纪。此物为左相府暗卫统领专属令牌。半月之前，顾相为毁去所有罪证，掩盖贪腐事实，暗中派遣死士连夜潜入边关农庄，意图刺杀裴大都督灭口。所示伏击早已被我方提前识破，一众暗卫尽数被平，人证物证俱全，罪证确凿，无可辩驳。事已至此，你还敢百般抵赖？顾全，你给朕解释清楚，这60万担军粮亏空，到底是怎么回事？陛下明鉴，老臣冤枉。这账册分明是裴坚为了谋反，故意伪造来构陷老臣的。死士金牌更是无稽之团。老臣府上从无什么死士营，定是裴坚私自打造的伪证。陛下切莫被这妖女蒙骗。他们说太仓是没粮毒粮，可前几日户部才刚开仓验过，京城太仓的粮草全是白花花的精粮，半分悖变都没有。裴坚与这妖女分明是勾结一处，欺君罔上。陛下，臣等可以作证，太仓粮米晶莹剔透，绝无悖变。毒粮定不了罪，账册就永远能被扣上伪造帽子。死不认账，永远翻不了盘。陛下，既然左相大人不到黄河心不死，民女恳请陛下即刻派禁军前往太仓，随机取10斤左相口中白花花的精粮，拿到这金銮殿上来。是精粮还是毒药，民女今日就在这大周朝堂之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给左相大人验个明白。好，验就验，老臣倒要看看你这妖女能使出什么妖法。启奏陛下，臣等奉旨，从太仓甲字号粮库随机抽取10斤赈灾粮，全程无人接手，请陛下预览。陛下请看，太仓粮食白笨如雪，哪有半分这妖女所说的发霉腐败？裴坚居心叵测，用妖女邪说动摇大邱国本，请陛下即刻下旨，将这妖女千刀万剐，将裴坚打入死牢。顾相爷急什么？戏法还没变完。越是好看的东西，往往藏着越致命的毒。住手！你这妖女手里是什么害人毒药？就想在朝堂上动手脚？相爷怕了，这里面不过是山中野酸果加神矾熬的酸水，真正的好米玉酸顶多微微变软，可要是用生石灰碱漂白过的剧毒没了，一旦遇酸就会剧烈反应，藏在里面的毒素全会现出原形。不可能，这绝不可能！顾相，事实就在眼前，太仓60万担军粮全被你换成了这种催命毒药，边关毒死的牛羊，饿死的百姓，全是被你口中这白净如雪的粮食活活害死的。顾全，边关县令吴有才已在玄甲军狱中全盘招供，这是他的画押血书，你还有何话可说？顾全，你这乱臣贼子！朕将大周国库交于你，你竟拿着毒物糊弄朕的10万大军，糊弄大周百姓。林清远一家72口，边关数万生灵，全因你一己私欲惨死，该当何罪？传朕旨意，左相顾全贪赃枉法，谋害忠良，即刻拨去顶戴花翎，打入天牢死囚，查抄顾家全族，诛其9族，绝不姑息。裴进，你替朕查清惊天大案，
保住10万大军粮草，立下不世之功。林清源满门忠烈，朕即刻下旨为林家平反，追封其为太子太保。阿训这孩子，赐封忠义侯，世袭罔替，由朝廷抚养，绝不让他再受半分委屈。谢主隆恩。裴青，你想要什么赏赐？加官进爵、金银财宝，只要你开口，朕绝不吝啬。回陛下，臣不求加官进德，只求陛下一个恩典。臣想交出京中兵权，带着臣妻重返10万大山，驻守边关。为何？京城繁华，多少人削尖了脑袋往里钻，你竟要回那苦寒之地？因为民女曾立誓，要在边关推行军民屯田、生态养殖之法，用农耕与兽医之术，让边关荒山变良田，让10万玄甲军再不必靠京城调粮，让大周百姓家家户户都有肉吃。京城全都太脏，装不下民女的抱负。民女的战场在那些荒芜的土地上。好一个装不下你的抱负！传朕旨意，封江青林为1品司农神女，御赐金牌，所到之处如朕亲临。大周天下屯田养殖诸事，皆由神女全权做主。裴钦，朕封你为镇国大将军，世袭罔泰，带着你的神女去给朕守好大周万里江山。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夫人，你今天在猪圈待了3个时辰了，这满山的猪，难道比你战功赫赫的夫君还好看？大将军要是闲得慌，就去把东边水鼠池的底泥掏一掏。任凭夫人差遣。